系雷军先生被大夏官方评选为新能源汽车之父，他掌握诸多新能源汽车技术，致力于大夏汽车工业发展，使大夏成为世界上新能源汽车工业最强的国家。如今我已经成为新能源车之父了，帮助大夏实现了新能源车工业崛起。可惜你看不到，为什么？你当年为什么选择自杀呀？2012年7月1日，这正是我爸自杀的日子。这是兴业资本投资现场。张哥，这份是投资合同，只要你一签字，我们就有50亿的投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兴业资本准备从30和我米科做出选择，对一家车企进行投资。现在给的投资合同，那肯定是内定我们了呀。这不等投资会开始就签，不会有问题吧？哎呀，大哥，你还不相信你亲弟弟啊？我这可是从赵耀天手中拿到的合同，这内定的事肯定得悄悄的进行啊。投资会就是个过场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不对，这份投资合同有问题。这合同不能签。哎，小俊，你捣什么乱？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一边去！二叔，你怀着什么心思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我有什么心思？我这辈子都奉献给米壳了，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公司好。哎，大伯啊，我爸对公司的忠心日月可见，反倒是雷俊整天吃喝玩乐，公司的事儿他视而不见，现在还阻止你签这50亿的合同，真是居心叵测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收了谁的好处？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个投资呢？你好歹也是雷家的长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荒唐事儿呢？我大逆不道，阻止投资。我是米壳的继承人，怎么会加害米壳？爸，相信我，这合同绝对不能签。够了，要不能签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，兴业资本的投资怎么会轻易内定呢？我觉得应该查一查。查什么？查我为米壳鞠躬尽瘁，查兴业资本的投资有问题？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不要再捣乱了？就是大伯，快签吧，这投资会马上开始了，再不签可就没机会了。就是啊，爸，相信我，这不能签。爸，可对我很重要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把你收人家的钱退回去。我是被二叔冤枉的，我是您亲儿子，怎么会加害您呢？这个败家玩意儿，整天就知道纸醉金迷、不务正业。要不是亲儿子，我早就把你赶出米壳了。大哥，恭喜你啊！米壳有救了，多亏你了，弟弟。恭喜米壳即将破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没明白？你签了份假合同，等米壳资金链断裂，你就等着破产吧。为什么？你亲哥哥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亲，你什么时候重视过我啊？这么多年，我为米壳鞠躬尽瘁，到头来还不如你这个狗儿子。在你眼里，连这狗都不如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爸只是做了正确的选择罢了。新能源车崛起，大势所趋，30能得到外国车企的技术支持，早晚会抢占市场。而你呢，只会固步自封，还坚持国产化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你，30老板林东道。哟，雷总，这投资会还没开始呢，就先内讧了，需不需要我帮帮忙？我在清理门户，关你什么事？这么优秀的人才，你不要我就收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30集团总经理的位子就是你的了。谢谢林少。林少，那我呢？我今晚就好好奖赏奖赏，保证让你欲仙欲死。谢谢林少，人家一定会伺候好你的。好啊，原来你们都全都好的，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大哥，识物者为俊杰，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是你背叛，却还颠倒黑白，把自己放在道德高点，真是虚伪。儿子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听你的话。我给你个机会，
只要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就考虑把这份价合同还给你，怎么样？不要，爸，你相信我，我有办法帮米克渡过难关。雷俊整天吃喝玩乐，恭喜米克即将破产。儿子，米克是我一生的心血，我必须要挽救。你把我逐出米克，是不是还想我像以前一样跪下来求你啊？这么多年，你把我当成一条狗呼来唤去，今天我也让你变成一条狗，给我学狗叫，大点声！雷天俊，他是你亲哥，是我亲哥，这才有意思嘛！爸，爸，爸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可以把合同给我了。你不仅蠢，而且还很天真啊！你没看出来啊？我是在耍你呀！你视若珍宝的米壳，我要让它变成一坨屎！雷建军，你少得意了，米壳不会破产的，我会拯救米壳，将来米壳会成为全世界最强车企。哎呀，大言不惭，还最强车企！你跟你爹一样都疯了！我是不是听到什么笑话了？你是小丑吗？当我三林不存在，什么屁都敢乱放！儿子，你不要安慰我了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投资会开始了，只要兴业投资我们一定能够逆转局势。让我投资你，做梦！我已经决定了，投资30。赵总，我们之前约好的，会给米克和30公平竞争的机会啊！你跟我说公平，公平能挣钱吗？米克现在的情况，你心里没有数吗？坚持国产化，自研技术，有出路吗？再看看现在的市场，有人买国产车吗？开出去都丢人。赵总说的没错，这国产车就是垃圾呀！米克完了，我一生的心血都完了。还没有，爸，我替你出这口气。林东，你可敢与我赌一场？你想怎么？1个月后，江城车展，如果我能造出超越30生产的新能源车，那你们就退出兴业资产的投资竞选。赵总，如果林东输了，那我也证明了米克的实力了吧？林少，不用跟他赌，咱们已经拿到投资了，没这个必要。不，这赌约我应下了。如果你输了，怎么办？那我就把米壳车企送给你。我不光要米壳车企，我还要你跪下，从我裤裆里钻过去，像你爹一样给我挺进。没问题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想在我面前装逼，你挑错对手。我来加一些赌注，赢家我再追加双倍的投资。那我只能提前感谢赵总了。大哥，你这个好儿子跟你一样狂妄自大，还跟林少打赌，简直是找死！儿子，你别糊涂了，30获得国外技术支持，肯定能造出极为先进的新能源车。我们濒临破产，有没有技术优势？怎么跟30比呀？爸，相信我，江城车展我会让米壳大放异彩的。苏总，兴业资本投资会结束了，如您所料，米壳被兴业给抛弃了。兴业资本投资30车企了？没有，雷建国的儿子雷俊与林东定下赌约，要在江城车展上一决胜负。没想到啊，我这个不学无术的纨绔2代同学，竟然有如此的魄力。苏总，还要继续跟进吗？继续跟进，我倒要看看雷军可以造出什么样的车来。如果他可以给我一个惊喜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投资米壳，跟兴业资本 PK 一下。兴业资本的体量远不如我们高耀资本，何必与他们抢投资呢？你错了，新能源汽车是未来的大势所趋。我断言，未来的市场一定是新能源汽车的市场，要提早入局，方可占得先机。儿子，爸，你可以吗？
真的不需要帮忙。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加油。造车工艺极其复杂，幸好米克车企有造车车间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而最关键的电机、电池、电控3大技术，全都是我擅长的，做起来容易多了。要想拯救米壳，仅凭这辆车还是不行的，必须要想办法拿到投资。完工！将未来10几年后的新能源车放在这个时代，足以吊打一切。江城车展，我来了。雷俊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还真敢来江城车展，不怕丢人啊？苏啊，这么多年不见，嘴还这么多。你跟林东的赌约已经传遍整个江城，甚至大夏。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想看你笑话？那恐怕要让很多人失望了，因为这场赌约我必赢。我当是谁在这装逼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废物！想赢林少啊？做梦！你就等着蹭林少的裤裆吧。雷俊是吧？没有临阵脱逃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不过江城车展你没有资格参与。为什么？但凡能来参加江城车展的，哪个不是大夏知名车企？你米壳车企一个濒临破产的小车企，根本不配参加。就是雷俊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等米壳破产，你就是条丧家之耻。不过嘛，你要是让你身边这个美女陪我一晚上，没准我就会大发慈悲，赏你一个展台。林少，哎呀，玩玩嘛，我怕你一个人承受不住我的威猛。雷俊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展台，别让我失望了。有病！有病！哎，美女，等等我，晚上约一下，多少钱？你说。儿子，行不行？车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的车呢？哎呀，别急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江城车展即将开始，本次车展有哪些惊艳的新车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为了让观众详细的了解，主办方特意邀请到了大夏知名评车人韩露、陈震、胖哥。主办方还特意邀请到了米国技术专家史密斯来做技术支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30车企介绍旗下新车。我30集团今天参加展览的是全新制造的新能源车。新能源车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大夏的车企还能制造出新能源车？哗众取宠吧！大夏的新能源才刚刚起步，制造出来的都是垃圾。诸位稍安勿躁。谁说我30集团制造的是国产化电车？我30集团已经接入了米国最先进的新能源技术，质量并不比米国差。厉害啊！这属于合资车了，值得期待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展示一下车吧。您的这辆车有可能成为大夏新能源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产品。有请大家一起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。这外观很超前呀，好看，好看！这辆车的外观绝对是大夏新能源车的工业巅峰。说实话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这辆车的性能和配置了。好漂亮的车啊！30真的将大夏的汽车工业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啊！完了，米克拿什么抗衡？垃圾产品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啊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车也算垃圾的话，大夏还有值得展示的车吗？在我眼里，这车就是垃圾。雷俊，当狗都当不老实，就在这里逞废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好好管管你儿子，别老放出来丢人现眼。儿子，我们走吧。赌约输了，我们认。想走？
没门儿！赌约还没开始，我就是让大伙都看看你雷俊是什么垃圾货色。谁说我要走啊？我制造的新能源车足以碾压你这辆破车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死到临头还吹牛逼啊！不是，赶紧让雷俊来介绍他的新车，然后再一起比较配置和性能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我们之间的差距。诸位，我米壳展出的新车也是纯电动车，它使用了全国产自研技术，是一辆国产化的新能源车。你是来给大夏丢人的吧？国产化全自研技术的电车，你也敢拿出来炫耀？没有国外技术的赋能，国产新能源汽车就是个笑话。大夏市场不接受国产汽车，消费者更加青睐于合资汽车，所以我看你制造的车也没有看的必要了吧？你们这些跪舔外国人的谄媚之辈，有你们在，还真是我大夏汽车工业的悲哀。说我们跪舔外国人，我们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。你想跪舔，你都没有机会。你想要外国技术，人家还不给你呢。我告诉你，你们所推崇的外国人新能源技术，在我眼里连垃圾都不是。傻蛋，你敢瞧不起我们的技术？你这个大夏人，该死！哎呦，您息怒，他就是井底之蛙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您别给他一般见识。雷俊是没见过米国车企的先进技术，所以才口出狂言。雷俊，你个害人精，还不赶紧向史密斯道歉？你找死不要紧，别连累我们。为了跪舔外国人，你们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吗？真是我大夏的耻辱！混蛋！你们大夏应该臣服我们，对我们毕恭毕敬，因为我们的基础提供，大夏才能造出来新能源车，不然10年也造不出来。您说的对，就是因为有您的技术支持，我们才能造出这么好的车呀！您是我们大夏的恩人呐。雷建军，甜也有个限度吧。米国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技术，但也不用这般卑躬屈膝吧。你们不信，你们大夏的汽车工业都是垃圾。你们是落后的国家，连跪舔我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在我的眼中就是落后野蛮人。放肆！这里可是大夏，你不要太嚣张。哎呀，陈震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你得罪了史密斯先生，人把技术一撤，那咱大夏的车企还怎么做呀？你好了。谁叫我们大夏汽车工业落后呢？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，没有他们，我们造不出来新能源汽车。可恶！难道我们大夏就要永远被这些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吗？谁说我大夏造不出新能源车？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新能源电车。你们大夏都是蠢货！对，范姐说的对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哇，好帅气的外观，整车线路流畅且具有力量感。它的米兰润宝马溜背感的设计，让车身更加低趴，运动感十足啊！天啊，这外观的设计简直就是工业美学设计的巅峰啊！这超前的外观设计给人强烈的科技感和未来感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设计师才能设计出如此漂亮外观的汽车？好漂亮啊！连我这种对车毫无兴趣的人，看外观就已经心动了。对，这车的外观设计简直比三菱的强太多了。雷军，这车的外观是谁设计的？自然是我。不可能，你一个纨绔怎么可能设计出如此好看的外观啊？别吹牛了，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工业设计的能力？之前不会，不代表现在也不会。雷俊，你说这车是你设计的，那你可否阐述一下这个车的设计理念？这辆车的设计理念源于大自然，水滴型的车灯以及星冠型的尾灯都能展现这一特点，其中融合了工业之美，设计风格是以简约时尚为主。卑鄙无耻的大夏人，把抄袭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你们大夏人都是孤陋寡闻吗？这个这么明显，还看不出来是保时捷的外观？好啊，雷俊，
你个抄袭狗，真不要脸！我就说嘛，哎，我看这车啊，怎么越看越眼熟？原来是抄袭的保时捷。你们看啊，尤其是这个侧边，不能说是很相似吧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抄袭？我说你这个废物也太明目张胆了，抄袭别人你还拿出来展览，你真当我们都是瞎的吗？幸亏有史密斯先生，不然还真让你瞒过去了。还得是专家呀，人家一眼就发现了。这么明显，只有你们蠢货看不出来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儿子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车的外观设计真是抄袭的。爸，我没有。你说抄袭就抄袭啊？保时捷有我这辆车好看吗？它有水滴形的大灯吗？有贯穿式的星环尾灯吗？要说相似，那所有的车辆为了减低风阻系数，都会设计这样的腰身以及流线型罢了。雷军说的有道理，外观相似不能说抄袭，更何况这辆车的外观还有很多独特的设计。我倒不这么认为，即便这辆车不是抄袭，那也是模仿啊。这大夏汽车工业国产化的道路，为什么就不能有原创，非要抄袭？裴俊，你这就是一本正经的胡扯。怎么胡扯了？我的车拥有设计上最低的风阻系数，保时捷有吗？可笑，保时捷的风阻系数有0.29，你的车比保时捷还低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辆车还真比保时捷的低。这辆车的风阻系数是0.195，这可真比保时捷还低。这个车0.95，怎么可能到0.15？我的新车风阻系数才0.24，你的新车怎么可能0.195？0.195的风阻系数，整整比保时捷911还低了0.1。怎么可能？保时捷911的风阻系数是行业的标杆，这辆车的风阻系数怎么会比保时捷的风阻系数还要低？这么低的风阻系数，那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啊！怎么可能？你一定在吹牛！大夏的汽车行业都没有一家风阻系数低于0.2的汽车，你还想告诉我你的车比这个低吗？到底谁才是井底之蛙呀？大夏已经崛起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看这米克车企的新车太帅了，这款汽车的造型比我那个保时捷可帅多了。这要是米克车企的新车，它的车型和配置都不错。哎，我可以把油车卖啊，买一辆新能源汽车，为国争光。哥们儿，先别冲动啊，国产车中看不中用啊。就算它的造型再漂亮，它也是样子货呀，没有核心技术，根本比不上进口车，而且它的价格还不便宜啊。哎，老公，这个风阻系数是什么意思呀？把风阻系数降到0.195很难吗？是说啊，物体在移动时受到空气阻力的比率，在汽车领域啊，车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，70%的动能都消耗在了克服空气阻力这件事情上。因此啊，风阻系数越低，就意味着更低的能耗、更长的续航啊。那这米克车企也太厉害了吧！是啊，新能源汽车国产化能取得这样的技术突破，那是非常难得的。你看，米壳制造的这辆新能源汽车，仅外观就非常惊艳了。我呸！雷军，你不要嚣张，风阻系数低又怎么样？没有性能和配置，那也是白搭。林少说的对，对于电车来讲，那电机、电池、电控才是重要的。你什么外观呀、风阻系数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接下来公布性能和配置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我倒要看看你这辆全国产化、自研的汽车配置什么垃圾，能不能抵得住30车10分之一？可惜啊，漂亮的外观之下却是不堪的内里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以为国产车已经崛起，但到了比性能和配置环节，我却失去了自信。保持你的自信，比性能和配置，我甩他10条街。这么自信啊，雷伯父，米壳最近研发出新的技术了吗？没有啊，公司资金有限，很多研究项目已经暂停了。那雷军哪来的信心啊？有请林东先生公布新车电池配置。我30新车电池规格有2种，分别是60千瓦时和85千瓦时，续航里程分别为370公里、480公里、480公里的续航，这已经接近油车的续航水平了。这续航里程简直就是新能源革命性的更新啊！不可思议呀！从来没有一辆电动汽车能有这么长的续航里程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研发了高压充电技术，能在80分钟内充满85千瓦时的电池，续航里程不低于400公里。厉害！
搭配高压充电桩，这极大的缩短了充电时间。即便是370公里，应付日常生活那也是绰绰有余。若是更高的续航里程，即便是跑长途也不用担心了。说的没错，不同的续航里程有着不同的定位，也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。当然，价格上也会有一些差异。可以想象，这辆车一经上市，一定会掀起一场购买热潮。国产新能源里程碑之作，当之无愧呀！佩武，你是不是被我车的续航里程和电池容量给吓到了？是不是惊讶的都说不出来话了？那肯定没上，就他这破车，码数啊，估计都没超过200公里呢。我这辆车的续航是。我米克的新车电池规格有2种，续航里程为700公里、830公里，电池容量为73千瓦时、101千瓦时。多少？830公里的续航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简直荒谬！830公里的续航里程，都比油车还要高啊！你觉得可能吗？他绝对不可能，他就在胡扯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830公里的新能源车。愚蠢的大夏人，吹牛都不会。你的车电池流量就70千瓦时，怎么续航到700公里？您分析的没错呀，这根本就不合理。雷军，我说你这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连基础的电池容量和续航里程都算不明白，你在这扯什么蛋呢？你是在当小丑给我们表演节目吗？想装逼就准备的充分一点，每次都让史密斯拆穿你，我都替你汗臊。雷伯父，73千瓦时的电池真的保护出700公里的续航吗？理论上还可以，但受制于技术，目前还不行，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。那如果雷军说的是真的，是不是就代表这是世界上新能源汽车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了？是啊，但这怎么可能啊？研发这样一项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就算雷军再强，他也不可能成功啊！雷军，谎言被拆穿，你该怎么办？你，还有你们，真是蠢蛋！别说830公里，给我时间，我可以研发出续航超过1000公里的电池。你还真敢大放厥词啊！当着米国技术专家的面口无遮拦，你这续航超1000公里的电池，你还真敢说？你真当我们不懂技术？你这是对我们车评人的侮辱！被我拆穿，老朽承诺了，1000公里的电池。给你10年甚至20年，你都造不出来。雷军，乖乖认输吧！我已经听够了你的无能犬吠。你别说1000公里了，这就是830公里的续航，那也是假的吧？我的测试都是经过相关备案的，你觉得是假的？这是相关测试资料，好好看清楚。是真的，我儿子没有骗人，他做到了，他真的实现了830公里的续航，领先世界的国产化自研技术。雷军，你真的给了我一个大的惊喜啊！难以置信，我们国产化的电动车居然能跑到830公里的续航，这自研技术，我只能说牛逼！我刚才说错了，这才是新能源电动车真正的变革技术，崛起了！国产新能源汽车要崛起了！这位史密斯先生，你已经连续2次被我打脸了。记住，遇到超出自己认知之外的事情，要学会慎言。雷军，你别嚣张，不就是830公里的续航吗？也就比我的新车多出了300多公里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充电时间慢，照样没有用。谁说我充电时间慢了？这73千万时的电池怎么能做到700公里的续航？那30新车80千万时的电池也只能做到480公里的续航。虽然它电池的容量基本上差不多，但是它电池结构还是有所不同。只是雷军他没有展开细说，还有电机技术。所以雷军真的没有吹牛，只要技术达到，就真的能做到700公里的续航。是的啊，只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技术呢。雷军不就研究出来了吗？这还是自研技术，这太了不起了呀！我已经开始期待雷军制造新车实现100公里加速的情况了。电机先进的话，我相信100公里加速绝对不差。你不会想说你充电时间也很快吧？
确实如此。别吹了，你充电再快，能快过三菱新车，只需充电80分钟，就足足能跑400公里。三菱汽车的充电技术是世界最先进的。放屁！什么玩意儿？是世界最先进？你们这些外国人就爱夸大其词，研究出点屁技术就说最先进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公布你的充电时间吧。我自研的800伏高压充电桩，15分钟就可以充满500公里，充满830公里续航的车只要30分钟。什么？15分钟续航500公里？苍天呐，这是怎样恐怖的充电能力？没有短板。米克新车无论是在充电方面，还是在续航方面，完全没有短板，这是无敌于世界啊！这是自主研发的，我是在做梦吗？你们这些推崇外国电车技术，又何曾真正关注过大夏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大夏国产化自研技术的电动汽车将全面领先世界。这不可能！你的设计技术怎么会比外国技术更先进？这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技术。是没有，但我现在研发。哎呦，雷俊呀，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像你这种整天只会泡夜店、过着纸醉金迷的富二代，你怎么可能研究出这样的技术嘛？大家别信啊，这技术肯定是他偷来的。我爸说的对。偷？别说大夏，你说全世界有谁有这样的技术？反正我不相信是你自己研究的。耍无赖啊！没脑子就去治病。儿子，这技术正是你研发的。千真万确，我已经向大夏相关部门申请了专利，很快就会有效。好，儿子好样的！没人给你爹我丢人。爸，我说过会实现你的愿望，让大夏新能源车工业站在世界之巅。雷俊，制造这辆新车，你得研发多少自研技术啊？不多，也就几百个吧。700个还不多啊？只要给过我充足的时间和资金，让我研究上千个技术，那也是轻轻松松的。区区几百个自研技术，对我来说很容易。不吹牛能死！你知不知道制造一辆汽车需要多少的技术支持，需要多少的团队配合？你真敢说呀你！我当然清楚，没有我爸的工厂，我自然是造不出这辆车的。但是在技术研发环节，只要我一人足矣。雷军，你别狂妄，区区充电和续航技术还不能赢我。电池技术比不上你，但其他2样技术绝对比你强。没错，有我们技术提供，三菱新车就是世界最先进的。还敢装逼啊！被我打了2次脸还不够，你们外国人的脸皮还真是厚啊！啊？哼，我对我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，绝非你这个小丑就能比。接下来有请林东先生继续公布新车技术。我会让你输得很惨的。我这辆车的电机性能达到了416马力，可爆发601牛米的峰值扭矩，转速更是可以飙升至16000转每分。在如此强大的电机性能加持下，100公里加速时间仅为4.6秒。好强！纯电车竟有如此强大的性能，燃油车即便是拥有高端的6缸发动机，也只有340马力。 100公里4.6秒的加速，这足以媲美超跑。就算米克的新车性能再强，它也无法超越三菱新车。来了，在这项技术上，我们肯定输了。就这，说垃圾都是在侮辱这个词儿。你肯定是穷途末路了，知道自己赢不了，所以说一些大言不惭的话来麻痹自己。你有什么资本在这胡说八道？你制造的车电机性能要是强过三菱新车，我就当场给你跪下道歉。张先生，你确定给我们的电机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吗？林先生，咱们作为合作伙伴，一定要互相信任的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都怪这一那个狗东西。 在电池技术上超越了我们。林先生，把你的心放到肚子里。这个技术何其复杂，并不是大夏的汽车工业水平造出来的。就算这个雷军呀，完全没什么用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来告诉你，这个大夏的汽车行业科技落我们50年，所以不是他能磨平的。 当然，贵国的先进技术那是向往已久呀，那是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引领者。给外国人卑躬屈膝，林东啊，你不去当汉奸，真是浪费着天赋。闭嘴！
赶紧公布你的电机性能，别是被我的电机性能给吓到了，不敢说了吧？我操！各位，我这辆车使用的是我自研的超级电机 V6，双电机驱动，性能高达673马力，最高能爆发838牛米的峰值扭矩，最高转速可是21000转每分，100公里加速为2.78秒。2.78的加速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吗？太夸张了！即便是拥有8缸发动机的高端性能车，也只有600马。你的电车再强，也不可能有8缸发动机的马力还高吧？就是，就像兰博基尼这样的超级跑车，100公里加速能在3秒以上。就你这样的一个破电动车，竟敢说100公里加速在2.78秒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胡言乱语，这简直荒唐！雷军，你真是愚蠢至极，什么话都敢说。现在惹了众怒了吧？受到反噬了吧？活该！主持人，我建议将这个胡言乱语的疯子给逐出现场，他根本就没资格在这待着嘛。就是，跟他呼吸一样的空气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儿子，这项技术输了不要紧，这毕竟不是咱们的强项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不能吹得这么夸张啊！雷俊，你这次真的玩大了。吹牛、胡言乱语，那是因为你们见识浅薄，根本就不知道双电机驱动的新能源车到底有多厉害。今天我就让你们长长见识。我的技术经过无数次测试，做到4.6加速，这个是最高级的线了。史密斯先生说的极限，那就代表着这个时代无法再突破了。雷军，你输了这回合。是吗？那咱们就好好看看，只有我说的极限才是真正的极限。你们奉为圭臬的史密斯，在我眼中，只是夜郎自大的井底之蛙。这个数据，这竟然真的做到了2.78秒的超速，这哪是媲美超跑，这简直就是超越超跑啊！100公里加速比超跑还要快，太不可思议！我作为一个车评人，说了一辈子车，我都没想到新能源汽车竟然有如此的潜力。去打电话确认一下。林东，这一回合你又输了，看来你引以为傲的外国技术确实比不上国产自研技术。不，我不相信，外国技术才是最先进的。雷军，你一定是使用了什么手段诱骗了大家。狡诈的大夏人，你障眼法很厉害，但骗不了我。我再强调一下，这个技术至今没有比我们一家先进的。你错了。我刚刚已经向相关部门咨询过，雷军申请的专利全部通过了，其中就包括超级电机技术。小贱人，你说咨询就咨询，我看你就是雷俊找来的托，故意在这给我们演戏呢！啊！嘿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再敢出言不逊，小心我撕烂它。爸爸，我闺女说的没错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？一群无赖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这里是大象专利申请中心，雷俊先生申请的数百项专利已经全部通过。想来大夏耀武扬威，来错地方了吧？赵同学，有点东西啊。你怎么研发出来的那么多技术啊？简单啊，就略微想一想，它就研发出来了。跟我还不好好说话，吹什么牛啊？不，这位姑娘，雷俊有可能是汽车工业中万中无一的天才。确实，30汽车使用的技术已经是当下的极限，而雷俊打破了这个极限，更研发出了超前的技术。哎，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，叫尼古拉·特斯拉，他们是一样的天才啊！两位，继续保持你们的骄傲，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质疑、嘲讽我的样子。哎，雷先生说笑了，刚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了。新能源汽车行业拥有您，就像西方拥有耶路撒冷，乃我大夏之幸啊！恭喜你啊，拥有了2个小迷弟。林东，你和雷先生的赌约已经没有悬念了，我劝你赶紧认输，免得自取其辱。
就你使用的那些外国技术，说实话，真没必要拿出来丢脸。星光也敢与皓月争锋，当真不自量力啊你！你们这两个溜须拍马的狗东西，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当他雷军的狗吗？那我们也是大夏的哮天犬，不像你乐意给这外国人当哈巴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电池还有电机，这些都是起初技术。接下来我们的公布还是最先进的，能给大夏的汽车工业带来变革的里程碑技术。没错，接下来这项技术才是我真正的底牌。我猜到米克新车的加速时间会很短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短，2.78秒啊，太夸张了！这性能啊，都跟几百万的跑车相媲美了。就是把我那辆保时捷卖了，我估计都买不起啊。确实，作为一辆纯国产车，如果定价过高，消费者肯定不会买账。没有销量，叠加再多的先进技术，它也没有用啊。如果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还是想买一辆，支持雷军。为什么？这一次，我不想让雷军输，他代表着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和方向，他赢，大夏就赢。老公，这么激动干嘛呀？100公里加速0.78秒，很厉害吗？何止是厉害，简直是厉害炸了呀！这车这么好，定价一定很高吧？是啊，我估计得在100万以上吧，但这消费者很难接受啊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至少这一次车展，我们纯国产车碾压合资车，为大夏争光了呀！越来越多的人在看车展直播了，稳住节奏，镜头一定要多给雷军。动不动就革命性里程碑技术，真当我吓着？接下来的技术比拼，你可有把握？陈震，你怎么能怀疑雷军？他可是我们大夏的尼古拉特斯拉，他一定会继续碾压。什么里程碑式的技术，在我看来不过是故弄玄虚。你有道理，是我愚钝了。你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都是一群跳梁小丑。研究这些有什么用？你根本不懂未来新能源车的发展方向。不就是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？你怎么知道？林先生不必惊慌，他知道又怎么样？我们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到了电子科技、人工科技的大成，就算这个大夏人再厉害，也弄不出来。专家，您说的对，这根本就不属于单项技术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能弄出来的嘛。雷军，听到了吗？新能源车是各项工业与科技的结晶，你所研发的那些技术都太浅显了。以上别卖关子了，快公布吧。雷军，你可听好了，准备好，别被惊得尿了裤子。30新车内拥有一块17英寸的触控屏幕，完全取代了仪表板上的旋钮和按钮，车内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这块触控屏幕上实现，如同使用平板电脑。什么？将车内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块触控屏幕上？这闻所未闻啊！这已经不是对新能源车的革新，而是对汽车工业的重大革新啊！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燃油车对车内操控的传统习惯呀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软件的升级来实现更多的功能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，就像使用智能手机一样？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功能，软件越多，它的功能就越多呢。不错，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研发了最先进的智能驾驶系统，将会切入地图辅助车主驾驶，并且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，逐步实现智能驾驶和无人驾驶。什么？无人驾驶？无人驾驶技术概念已经提出了很多年，但现在无一家车型能研发出来。今天要在一辆电动汽车上实现了？不。智能驾驶不同于无人驾驶，内嵌在触控屏幕上的芯片可以短暂的接替车主驾驶汽车，但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。还有芯片，芯片才是电控技术的核心。这颗芯片拥有强大的算力，可以实现车联网。坐在智能驾舱里，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人车交互。神奇，太神奇了！先进啊！我怎么也想不到。汽车还可以实现联网，就像当下最火热的智能手机一样。哎呀，听着林少的阐述，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，看到了科技与魅力的发展啊！雷军，难道这
你也要说是垃圾吗？哟，还学会抢答了？乖乖认输吧。说实话，你的电池和电机自研技术真的很不错，但是电控技术真的没有办法和国外相比，这是整整50年的科技差距。不要有压力，输了也没关系。是啊，雷先生，你已经为大夏新能源车国产化提供了一条康庄大道，做得够多了。确实，这项技术包含的领域太多，需要很多科技的融合，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。你知道就好，但不好意思，我研究出来了。什么？你到现在还嘴硬？电控的集成芯片和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，你怎么可能研究得出来？我一个人的确做不到，所以我与大夏第一智能手机厂商合作，他们不仅提供技术，而且还借给我科研团队一起研发新技术。大夏的厂商还能会有什么技术？您说的对，大夏的手机厂商啊，全都是山寨货，哪有什么技术啊？一帮乌合之众的联手能干什么？你要笑死我吗？米克新车的中控是一块16英寸的触控屏幕，它不仅可以满足对汽车基础功能的控制，还拥有强大的生态拓展能力，同时呼出手机画面，实现手机与汽车的生态融合共享。在智能驾驶方面，米克新车安装了多个激光雷达，搭载2颗芯片，综合算力极高，可以实现城市道路领航辅助，由人工智能接管汽车操控，实现自动驾驶。竟有如此神奇的技术，这才是对汽车行业颠覆性的变革呀！这些技术遥遥领先于30汽车，我大夏汽车工业终于要弯道超车，开始崛起了吗？绝对不可能！你的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怎么可能比我的更先进？史密斯，你不是说你的技术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吗？是啊，你们大夏的科技水平不可能有这么先进的技术，自动驾驶不应该先出在这个时代。我大夏的科技发展也是你能妄下定论的，时代已经变了。说得好，我大夏终将崛起。连上新能源车的3大核心技术，你都不如雷军，你还不认输？休想！我还有很多先进技术没有公布，鹿死谁手不一定。那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在智能化方面，这辆车具备着语音交互功能，可以直接语音控制车辆的功能。好先进，这不就是科幻片里的场景吗？不敢想象，通过声音控制车辆，这技术也太惊艳了。同时，它还具备着无人泊车功能，只需要遥控按键，即使车里没有人，它也可以自己找到停车位停车。竟有如此神奇的技术！雷军，你研发的这辆车实现了太多的创新与变革呀！这技术对女司机来说非常友好。除此之外，这辆车还具备着360度全景影像、座椅按摩、电磁吸门、车辆召唤、远程控制、声纹识别等等技术。请问，你拿什么跟我比啊？我输了。雷军牛逼！这辆车刷新了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，不是对整个汽车工业的认知。真的，我都不敢想象这辆车有那么多难以想象的科技，我都不敢想象我开起来会有多爽啊！我那辆保时捷就好像原始车呀！国产新能源车有希望了，这是大夏工业的崛起呀！对，老公，雷军说的这些技术是真的吗？我怎么听着有种不真实的虚无感啊？好多功能只是在科幻电影里面才有啊！雷军敢说，那必然是真的呀！厉害，看到史密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太解气了。我大夏汽车工业起步晚，一直不如外国，如今在技术比拼上总算是赢了一回了。老夏，快打开电脑看江城车展直播。一边去，不要影响我科研。一个小小的科展有什么可看的？就是这小小车展有一辆纯国产电车，用的都是自研技术，非常先进。这些技术甚至可以用到其他领域，加速我大夏科学的发展。真有这么厉害？米克新车的中控是一块16英寸的触控屏幕。雷军这小子真是科研天才呀！电力技术、智能技术、算力芯片等等，对我大夏科研发展来说有着莫大的作用。等车展结束，我把这小子找来，加入我们科学院。不，马上飞机，我现在就赶往江城车展现场。
按照约定，你30车企将退出兴业资本的投资竞选。不用你废话，我会履行赌约。林少，不行啊，林少，没有兴业资本的投资，30怎么发展壮大？我还怎么当老板娘？你个臭婊子，还想嫁给我？就你也配？我不过就是利用你和你爹搞垮米壳，现在计划失败了，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啊！为了帮助你，我连我亲大哥都害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你们2个废物，米壳有这么多的自研技术都不告诉我，还想让我养着你们？不是的，我们在的时候，米壳绝对不是这样。雷俊，是你一切都怪你，是你毁了我们。明明是你们贪图富贵，甚至连自己的亲大哥都陷害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绝对对你忠心耿耿啊！你这完了，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回来。任建国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我可是你血浓于水的亲弟弟，你怎么能这？你当初陷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起我们是兄弟？现在想起来当感情牌了啊！好，你还有你们，全都是卑鄙小人。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来日必定100倍奉还。雅婷，我们走。慢着，裴雅婷，你还没有履行承诺，想走啊？臭无赖，爹逼人太甚。我这个人呢，向来是有仇就报，用不用我帮帮你啊？雷俊，对不起。儿子，是你拯救了米壳，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大夏新能源车的崛起，我死而无憾。爸，养好身体，继续看下去。未来将进入万物互联时代，新能源车将成为移动互联的空间载体，甚至在车上都可以控制家里电器的功能，做到人、车、家全生态。移动互联空间，真是些令人充满遐想的词语。好，我们有机会，只要我们得到兴业的投资，我们米壳就能继续下去。谁说我会投资你们米壳？赵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初我跟林东打赌，您也在现场，现在想反悔呀？那只是你跟林东的赌约。赵总，是我输了。30设计的新能源车确实不如米壳。无所谓，我还是选择30。为什么？赵总，新能源车刚刚起步，需要大量资金，我们需要您的投资，要不然我们很艰难的维持下去。我承认，米可新车有很多的创新科技，那只能算是一辆概念车，根本不可能量产，制造成本太高了。想要挣钱，就得定价高，高定价就没有市场。试问有谁花上100万去买一辆纯国产的电动车？可是，你不要跟我讲爱国情怀，我是个商人，只看利益。对，米壳的新车再厉害，但成本太高，大夏又有几个人会买呢？林东啊，100亿投资马上到位，以后就看你的了。放心，赵总，我有信心，新车上市之后一定能卖爆，您的利润至少能翻好几倍。好。雷俊，没有想到吧？就算你赢了又如何？还是拿不到投资，没有投资，米壳就等着破产吧。你的自研技术就算再先进，有什么用？最后的赢家是我。既然兴业资本不想投资，那我再找别的投资。雷俊，你的这些技术不过是空中楼阁，完全脱离实际市场，没有资本投资你的。或许这就是我们米壳的命运。错了，米壳车企才是汽车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我会投资米克，资金不做上限，雷军要多少，我就给多少。大放厥词，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投资了？像你这种背信弃义、有眼无珠的人都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放肆！竟敢对赵总不敬！你个臭婊子，活腻歪了！来人！小女娃，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啊。既然你说要投资米壳，而且不做上限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资本。若是你在戏耍欺骗我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老同学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真的没必要吹牛。目前米壳的危机没有100亿资金是解决不了的。吹牛，你太小瞧我了。100亿资金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我勒个去呀，这口气比我还大呢！赵耀天太高看自己了，以你的身份和地位，还没资格让我信任。臭娘们儿，装逼装上瘾了是吧？找死啊！老板，住手！你就是高耀资本的掌舵人舒婉儿。你还有点见识。高耀资本，就是那个号称大夏最大投资机构的高耀资本。高耀资本市值1000亿，有了这笔投资，米壳车企就能盘活了，这辆承载着未来的新能源车就能上市了。米壳有救了，大夏国产新能源车有救了！天不亡我，米壳车企啊！去，苏婉儿，你深藏不露啊！你确定要投资我？那当然了，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来考察米壳的。如今我很满意，自然要投资。好眼光啊！你看人真准。舒婉儿，你当真要入局新能源车，与我新业资本打擂吗？打擂？不好意思，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作为投资人，你投资米可是愚蠢的，你会为这个决定后悔。苏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投资我们30车企，这样我们能合作共赢，投资雷军必死无疑。是吗？没错，你投资米可那是高风险。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挑战，风险越高，我越喜欢做。执迷不悟，有你哭的时候，那我们看看，在这新能源城这个车道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赵总，放心，我们必赢。虽然性能和配置比不过米壳，但是我们的售价便宜。最后环节公布新车售价，林少，还是您先来。我们的新车对标国外豪华品牌，在性能和配置拉满的情况下，售价仅在50到60万之间。3位老师，这个价格是否合理？合理。这辆新车在外观、性能和配置方面已经媲美高端车辆了，还有很多高科技作为卖点。不仅是一辆优秀的电动汽车，更是一辆性能出众的汽车。如果想感受电动汽车给你带来的科技感，这个定位不算贵。你拿什么跟我抢市场？米壳新车售价至少也要在100万以上，在价格方面确实没竞争力。要想打价格战，又不亏钱，只能降低配置，从而降低成本，才能把价格控制下来。说话呀，是不是被我的定价给吓到，吓得你都不敢说出你米壳汽车的定价了？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就你这破烂配置，竟然卖这么贵！什么？贵？你说我的定价贵？50万不贵吗？就你这破车，我觉得连20万都不值，卖这么贵，你抢钱啊！狗东西，你到底懂不懂市场？我这辆车配置、成本肉眼可见的高，定价在50到60万之间，已经是很良心了。雷军，林少说的没错，这辆车的定价已经很良心了。要知道，外国车企制造的新能源车还没有这台车的配置高，都已经卖到80万了。这就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行情。市场是如此，那我就颠覆市场。口出狂言，你还是赶紧公布一下你新车的售价吧，好让消费者们死心。各位，我们米壳新车的定义是年轻人的第一台车，让大家都买得起，主打性价比，用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，享受100万跑车的性能。可笑，还年轻人都买得起啊？
就你这性能和配置，试问哪一个年轻人能买得起？就算性价比再高，还能把价格压到和30新车一样的水平。米克新车就算定价再低，也要在100万以上，要不然没有利润啊。徒儿，比任何投资的人连基本的市场都不懂啊！雷俊，你大胆地说，本身汽车市场就是分级的，我们从高端做起又何妨？我们这辆车的定价是30万，30万，怎么样？这个定价是不是屌爆了？卖30万，你可真是个蠢货！你为了赢我，居然在这里欺骗大家！你要是敢卖30万，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一壶钉！雷军，不要开玩笑，这种颠覆整个汽车工业的车，怎么能只卖30万？是啊，这次江城车展可是现场直播，你这么说，这不是等于在欺骗消费者吗？你不要胡闹，好好说，定价涉及很多问题的，不要乱讲。是我没说清楚，还是各位没有听明白？我再强调一次，新车售价只要30万起，不要100万，不要50万，只需30万，便可开回家。你疯了？只卖30万，那不得赔死啊！你这是在玩火！你把价格卖这么低，我的车卖不出去，你的车卖出去，那也会赔钱呀！谁要跟你两败俱伤了？这辆车的成本我已经控制下来了，虽然说定价30万确实不挣钱，但是为了打开市场，我愿意让出利润。这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把成本降下来？这辆车所有的技术都是我自主研发，制造汽车所需的供应链全部来自于大夏，没用过外国一颗螺丝钉，怎么就降不下来了？难以置信，这车如果要真卖30万，那绝对会引爆市场啊！作为对标车，性能和配置都不如米克新车，30新车还要卖50万，这谁去买呀？雷军这一波赢麻了！我靠，我没听错吧？米克新车价值100万的配置和性能，居然只卖30万，疯狂，真的是太疯狂了！真的，我当时听30新车卖50万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想象米克新车的定价是多少。我本来悬着的心已经死了，但是我听到30万的时候，我的心又活了。这车必买，明天我就卖掉我的保时捷，等着换米克新车。说真的，只花30万就能买到一台100公里加速只有2.78秒的性能车。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啊！我都已经开始崇拜它了，以一己之力颠覆了整个新能源市场，太牛逼了！雷军牛逼啊！这将是大夏未来的希望，大夏的工业必将崛起，对，必将崛起！哎呀，雷军真牛啊！这么高端的车竟然只卖30万，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一下开跑车的感觉了呀！老公，你准备买吗？那必须买呀！花30万就能买一辆性能在100万水平以上的车，这就没有不买的理由啊！老婆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怎么会？换做以前啊，我肯定让你买进口车，但是现在国产汽车崛起了呀，米克这辆新车啊，值得我们购买。行，等米克新车一上市，我们就去订车。好。雷云，你这是在扰乱市场！扰乱市场？你错了，我是要重新定义市场。这么多年，汽车市场被外国车霸占，我就是要一点一点把它抢回来。我要告诉世界，我们国产车并不比外国车差。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啊！你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当初用卑鄙的手段要搞垮米克，可曾想过自己会有今天？完了，太晚了！我30几百年的基业就这么没了，就在我手上就没了。废物，站起来！老子给你投了100个亿，让我亏钱，我弄死你！高耀天，看来你眼光不怎么样嘛，100亿资产，大水漂了。珠儿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大夏人都不傻。你们国产车只会堆配置，就算你们米克新车那定价便宜，有谁信任国产技术？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信任合资车，信任外国的技术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等新车上市，看看谁卖的好了。曹总，您说的有理，我们还有优势，我们还有国外的技术，消费者肯定更信任我们。对，雷军，把你的专利技术送给我，我会买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要买雷军的技术？有什么问题？
在商业上能挣钱的技术就是好技术，不分国界。林东，你所仰仗的史密斯，现在要反过来买我们大夏的技术了。不是，你这不就是等于你承认你的技术不如雷军的自研技术强了吗？确实，他们的技术更先进，我们落后了。你，好，绕来绕去，原来我才是小丑。现在连与米壳抗衡的优势都没了，邵总，我们真的完了。太假吧！你被国外的车企看中，你就该感到荣幸。我不卖，卖，我愿意出10个亿，你还不卖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因为刚才的冲突就浪费这么好的机会。雷俊，不要意气用事，这是一次巨大的商业机会。小姐说的没错，这个就是专利费，每一年会带给米克不少10亿的利润。别说10亿，就算是100亿我也不卖。这是我大夏的科研技术，怎么可能给你们问？儿子，好样的！作为大夏人，就不能做出损害大夏利益的事。混蛋！你要想清楚，你如果不同意卖，我就会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封杀你，会让米克举步维艰。卑鄙无耻！有本事就光明正大的竞争，在这搞下三滥，算什么本事？嘿嘿，懦弱的大夏人，有什么资格让我和你们公平竞争？弱小的国家就被欺负，过后就挨打，这个道理你懂不懂？何人在大夏喧哗呀？何人在大夏喧哗呀？在大夏境内欺负大夏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嚣张跋扈，真以为我们还是100年以前被你们欺负的国家吗？你们是什么东西？跟我叫嚣？不知道我是大夏的亲贵客吗？放肆！就你也配成嘉宾吗？哎，我怎么看这2位有点眼熟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是夏天祥和李汉平，一位是科学院院士，一位是大夏司令。什么？这江城车展把这2位都给惊动了？夏院士、李司令，今天能在这儿见到二老，是鄙人的荣幸啊！我们再不来，这外国人就骑到我们大夏人头上拉屎了。就是，我们这次来是要拜见一位青年才俊，可是没想到，首先看到的是这个老外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你们作为大夏之子，怎能由他欺负人呢？当然不是，那个二老怕是有所误会了。这位是我们请来的外国的技术专家，刚才啊只是针对商业对手。二老，在这现场能称得上青年才俊的，只有三菱车企的年轻的老板林老板。林董还不拜见，落入得到二老的青睐，所以让你在大夏平步青云啊！晚辈林东见过夏院士、李司令。小伙子，你也算是有为青年了。不过我们这次前来，目标可不是你。夏院士说笑了，这现场还有年轻人比我更优秀吗？老夏，别拐弯抹角，我们这不来是来找雷俊的。又是雷俊，这个废物，何德何能能得到您二老的青睐？二老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就雷俊这纨绔，也值得你们二老亲自来一趟吗？当然，雷俊奠定了大夏新能源车工业的发展基础，他是大夏当之无愧的科研天才。大天，如意算盘打错了吧？你挑选的林东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人，怎么会得到大夏官方的关注呢？倒是我选的雷俊，总是给人惊喜。雷俊这么优秀干什么？看把赵总气！你说他眼光怎么这么不好？珠玉在前，挑了块石头。怪我，没有得到赵总的认可，说明我还是不够优秀嘛。不可能，您二老一定是被蒙蔽了。他雷俊不就是造了个电动汽车吗？那怎么可能是科研天才呢？是啊，二老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老夫还没有到老眼昏花的程度，在你们的眼中，这只是一辆高级一点的电动汽车，可在我的眼中，它是未来工业的结晶，
是民族皇冠，对大夏来说是无穷无尽的技术宝藏。不愧是大夏的尼古拉特斯拉，居然得到大夏科学院的认可，足以可见雷军的这些科研成果有巨大的价值。这小子竟然抢我台词儿！赵总，这次我们真失败了。都是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把白头子输给了你。夏院士，感谢您的认可，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。我还可以给你更大的荣誉。雷军，我现在以大夏科学院院长的身份，正式邀请你加入科学院，你还愿意？什么？夏院士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大夏科学院是全国最高的研究机构，你什么二毛狗都往这招呀？老夫行事还要向你解释吗？住嘴！什么东西？你敢质疑夏院士？你真是没用的废物！但凡这次在车展上你赢了赌约，哪还有雷军的事儿？我也想赢呀，我赢不了。自助者天助之，这破天的富贵终于轮到雷军了。破格被选入科学院，这乃是天大的殊荣啊！光宗耀祖啊，儿子，你是咱们雷家的骄傲。还等什么呢？赶快答应啊！抱歉，夏院士，我拒绝。什么？雷群，你可想好了？一旦拒绝，再想加入，可就难了。糊涂啊！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怎么能拒绝？别开玩笑，你知道加入科学院意味着什么？夏院士，首先感谢您的认可，但确实我不感兴趣。我想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一直走下去。算了，既然你不愿意，不勉强你，你放心大胆的做你的事吧。记住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若是有人胆敢阻挠你，用各种手段加害你，我夏天祥第一个不答应。还有我，来人，把这个外国人给我逐出大夏，不能让他再次踏进我大夏境内半步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林东，我是你的技术的支持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们这些大夏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等着我的祖国的制裁吧！加油！太解气了，外国专家又怎样？不还是要求着雷军买我们大夏的自研技术？加油！老夫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答应。夏老，您说。老夫对你运用在这辆车上的技术很好奇，可否将技术的内核让我也研究研究？我可以出资购买。夏老，您太客气了，完全没这个必要。混账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为国效力的机会，你难道要言拒绝啊？雷军，你有点过分了。夏老刚刚那么帮助你，你就这么回报他？算了，我的要求也确实过分了，难为小友了。夏老，您误会了，我是说购买没必要，因为我决定将这些技术在我大夏开源共享。什么？你要将这些技术开源共享？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整个大夏所有车企都能运用？是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将所有技术开源共享，那我们米克车企的优势在哪？我们还怎么跟其他车企竞争啊？是啊，儿子，你可不能做这种糊涂事啊！离谱，你太离谱了，雷军，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，您这哪是商业手段，您这就是在做慈善呀！夏友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啊！我大夏新能源车工业刚刚起步，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。单凭米壳一家车企想要复兴实在太难了，并且一家独大是不好、不正确的。我想要的是百家争鸣，我泱泱大夏人才济济，只要大家共同努力，才能让大夏新能源车工业真正崛起。雷军小友，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境界和胸怀，老夫佩服。没想到啊，你这个纨绔还有如此的爱国情怀啊！说得好，技术共享，百家争鸣，振兴大夏。这字字铿锵，句句振奋，直击灵魂呐！哈哈。先生大义呀！先生大义！先生大义呀！先生大义！小友，请接受老佛一拜。嘿，师傅他，师傅他。曹总，我们有救了！
雷军共享电动车技术，我们也可以用。啊，对呀，你看这个废物，哎，人还挺好嘞。哎，不能再叫废物了，雷总啊。对，我们以后再惹了雷总，就没好果子吃了。你们两个崇洋媚外的东西，想用我的技术，没门儿！雷军，雷总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也是大夏人，为什么不能用你们的技术？谁都能用，就你们不行。上一世就是因为你们，我爸才跳楼自杀。如果不是穿越回来，又怎么救得了我爸？你也别嚣张，有技术怎么了？不用就不用，没了你们米可的技术，我就不信30办不下去。赵总，真办不下去了，没有他的技术，别说您的100亿，就是再来100亿，那也得破产。都是你这个废物，老子给你投了100个亿，你必须把30做大做强。谁让你自己没眼光？你不投资雷军，投资我。哎，你还说？你来。雷军校友，我也该离开了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谢谢了。雷军，现在得给我这个投资人一个交代了吧？我给你投资了几百亿，你把所有资源开源共享，我们怎么挣钱？把目光放长远一点，就算我不开源共享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众多的车企和科技公司都会研发出这样的技术。我现在开源共享，也就是加速了新能源市场的发展罢了。我要的是结果，投资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做慈善。我知道你投资的是我这个人，不是这些技术。未来我可以研发出更多的新技术，而且如果米壳未来只造车，这一物线太简单了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新能源车的闭环供应链，只要我们做到供应链，全大夏，甚至全世界的车厂，只要造新能源车，都得从我们这儿购买设备。这到时候不比卖车赚钱？有道理啊，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。不过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新车什么时候上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买一辆新车开开了。是，我也想买一辆。还有我，就像当年乔布斯推出水果手机颠覆手机行业一样，您的新车也一定会颠覆汽车行业。我也得来一辆。这次说什么都得支持国产车，就这性能和配置太诱人了。是的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我们将推出一种新的购买方式，大家可以提前预定，我们会根据预定的顺序优先配车，否则我们车厂的产能有限，预定晚可能提车就要等几个月。我预定一辆，我也要预定一辆，我也得预定一辆。我先的，我先来，我先，我要买一个，我要买一个。哎，李老板，我要买一个。苏总，最新消息，米国宣布对米壳进行制裁打击，限制米壳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。什么？这么快？米壳才刚刚起步，这无疑是对米壳毁灭性的打击啊！这完了！没想到制裁来得这么凶，这接下来的业务该怎么展开？这该死的外国人，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们。看我们大夏汽车工业即将崛起，就搞这一套，卑鄙无耻！不要慌，米国对米壳的封锁是有影响，但影响不大。只要我们放弃在米国的市场就好了。他如果想在科技上卡我的脖子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使用的全部都是自研技术，还是可以冲破米国的封锁的。太好了！真想看看米国狗急跳墙的样子，恐怕他们也没能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能冲破封锁吧。米壳想要浴火重生，必须粉碎米国的阴谋诡计。我要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看看，我大夏新能源工业崛起已经是势不可挡。你要怎么做？爸，这辆新车所有的技术都在这个 U 盘里。你利用高耀资本投资的钱，组建工厂，设立研发中心，进行量产，按照消费者的预定顺序进行交付。那你呢？接下来我要投入新车的研发当中。半年后的国际车展，我要带着新车亮相。雷军这个提前预购车的方法真好啊！哪怕产能不足，也能把提前卖车的资金收拢回流，保障米壳的充足流动资金。更何况还能增加消费者的期许。你预定了吗？当然了，米壳已经宣布我的车已经进入制造阶段，我锁单了。我也预定了，我现在太期待这辆车了。现在我的那个保时捷，我看都不想看一眼，完全就是原始产物啊！还是这车好。当然了，
好，收到了。定了吗？预定完了呀，2个月之后就能交付，真是太期待了。这车开出去啊，绝对有面子。以前觉得开国产车丢脸，现在开国产车啊，很骄傲。时代变了，我们大夏汽车的工业真的是崛起了。林总，咱们斯坦利新车销售惨淡，这1周都没有卖出去10辆。搞活动降价卖，那也卖不出去啊！就算降到和米壳新车一样的价格，也没有人买。可恶！都怪那个雷军，要不是因为他，咱们研究的新车怎么会卖不出去？林总，说实话，米壳新车确实比我们先进，咱们公司好多员工都已经预定了1辆，想要体验一下。绝对不行！通告全公司，谁敢买竞争对手的车，我炒他鱿鱼！喂，是米壳公司官方客服吗？我就想问一下，我新买的车什么时候能交付？好。史密斯先生，米国针对米克77的封锁已全面展开，但目前来看效果不怎么样。为什么？难道没有我们米国的供应链？雷军还能继续生产他的新能源车？是的，米克用的所有的汽车零件全都是大夏的。什么？米国的供应链制裁不了米克，那就从芯片开始制裁提供芯片的厂商。好的，我去申请一下。雷军威胁到米国的利益，米克存活不下去，大夏官方保不住你。上面表示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研制出更先进的新能源车。好，那我会准备1辆车，重返大夏，抢占他们的市场。只要我们性能和配置超越米克的新车，到时候那些愚蠢的大夏人就会买我们的进口车，他们的骨子里就崇洋媚外。苏总啊，捷报，米壳新车开启预定1周，高定已经突破10万辆，创下了汽车销售的记录啊！好，雷伯父，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，争取时间，提高产能，尽快的速度将1辆辆新车送到消费者手中。苏总，你放心，工程24小时无休，全力提升产能。好，米壳新车为大夏纯国产新能源车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是啊。苏总，不好了，米国对我们加大制裁力度，开始限制芯片供给了。什么？芯片是车机交互的核心，没有芯片，我们1辆新车也造不出来呀。雷伯父，我们现在储存的芯片还有多少啊？只有20万左右。不够啊，远远不够啊！以目前新车的销售情况来看，很快就会突破20万辆的。可恶，还是被外国人卡住了脖子。有没有解决办法？其他技术倒是还可以，芯片确实没有办法。大夏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不足，起步又特别晚，并且芯片制造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，非常复杂。哎，雷军呢？啊。来，苏总办公室。这帮混蛋，太卑鄙了！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。既然米国掐我脖子，限制芯片供给，那我就自己研发芯片。什么？自研芯片？你确定？这可是一个非常庞大繁复的工程啊！我知道，所以我们需要组建庞大的科研队伍，投入海量的资金。这个过程很漫长，可能是10年、20年，但这是我大夏摆脱外国制裁的必经之路，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。好，我全力支持，不管投入多少钱，我们一定要制造出属于自己的光刻机和芯片，不再受限于人。这个年代，芯片的发展还没那么高端，加速国产芯片研发速度，对于车机系统来说够用了。接下来就要加速国产自研芯片的发展了。有了这台 U8，国际车展绝对横扫一切。我倒要看看
你们这帮外国人怎么制裁我大夏工艺发展？雷俊，我听说这次国际车展可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，而且我听说米国车企研发了新车，号称世界最强电动 SUV 的。是吗？那还真是巧了。我研发的新车同样是地表最强。那你有信心赢得过米国车企吗？当然，我制造的这辆车，不论是性能还是配置，都是世界最先进的。大言不惭，愚蠢的大夏人，你竟然还敢来参加国际车展！这次我定让你大夏颜面扫地！史密斯，上次被我打脸没打够啊，还敢来挑衅我大夏？挑衅？你大夏还没这个资格。在国际车展上，就是汽车亮相，你想要跟我们的相比，就是垃圾。你错了，我研发的新车将会是本次国际车展最耀眼的存在。哼，可笑！你以为你自己参加的是小的车展那种吗？在国际上，没有人想要关注你们大夏的汽车。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为什么车展都没有人？难道他们都对我们什么车都不感兴趣了吗？不是的，人都聚在了大夏的展台，尤其是米克车企那边围满了人。什么？据说米克车企推出了一个新款车，比上次江城车展推出的还要先进。哼，再先进也绝对比不过我们的新车。产品介绍环节马上开始了，当我们的配置和性能曝光后，这些消费者都会回来围观我们的车。我们走吧。什么车？这米克又出新车了，这外观还是这么漂亮，更霸气了些。本次受邀请来参加这次车展，万万没想到大夏的车企展台能被这么多外国人围观，尤其是这米克车企展台，这全都是外国人。是啊，真让人自豪啊！此番景象，国产新能源汽车具象化了。看到这些外国人站在我大夏展台前，此情此景，犹如大唐盛世浮现在眼前啊！从事汽车行业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。以前是国产车被合资车牵着鼻子走，现在反过来，外国人跟着国产车企学习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大夏汽车被全世界围观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啊！我迫切想知道米克新款 SUV 的性能和配置，我相信雷军绝对能震惊世界。对，走，咱们看看去。你好，请问您如何看待本次车展大夏展出的车？厉害！在此之前，我认为大夏技术比较落后的，但亲眼所见非常震撼。这就是汽车工业的未来。那您会买一辆大夏的新能源车吗？一定买。我是一家车企的工程师，大夏的新能源汽车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。参加这次车展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大夏的新能源汽车。谢谢。这次的车相比以前的国产汽车，我非常喜欢，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还是性能，我感觉相比以前都有很大的提升。我最喜欢这辆车的空间是比较大，这个座椅坐起来也是非常的舒适，空间还有舒适度。对对。就这辆车，您觉得在售价在多少一个区间您可以接受？40万到50万之内吧。50万左右。50万左右。对。好，感谢。好。风水轮流转，这个场景真让人泪目啊！想当年我们也是这样看着国外的高科技，现在攻守一行啊，看得我热泪盈眶。国产当自强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想当初刘将军被拦在外面看外国航母，那羡慕的眼神历历在目，让人心疼。如今外国人来学习我们的科技，这一刻终于来了，崛起盛世，如你所愿。接下来有请技术专家史密斯介绍公司旗下新车。谢谢。
今天呢，一款纯电的大型 SUV， 这将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SUV， 不管是性能、配件、投资技术，都是世界最强。牛皮吹得震天响！你见过什么世面吗？什么破车呀，就敢说最强 SUV？ 你怕是对“最强”2个字有误解吧？雷军，你嚣张什么？等我说出这辆车的性能和配置，绝对吓死你！我就是吓大了。李俊，你确定能赢过史密斯吗？这可是国际车展，这么多国外的人看了，要是比不过，可就丢人了。放心，我会让他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地表最强 SUV。加油！我支持你干掉这个洋鬼子，让大夏新能源汽车在国际车展上扬眉吐气。大夏的尼古拉、特斯拉，我崇拜你，就像西方崇拜耶路撒冷，一定要给我们大夏争口气呀！诸位，听我说，我想请你们做个见证，你可敢跟我赌一场？你想怎么赌？所以今天我们去比较我们俩的车，如果我的新车性能、配置和技术超过你的新车，那你给我跪下当众道歉，承认大夏的新能源车是垃圾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跪下承认大夏的新能源车领先世界。雷军，不要和他赌，这外国人心眼太坏，若是输了，丢脸的就是大夏呀。是啊，个人面子是小，国家的面子绝对不能丢的。相信我，这个赌约我接了。慎重啊，这不当人的玩意儿，明显是在坑害你。不要意气用事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给大夏丢人的话，我们就是罪人，而且米克车企的口碑和形象就全毁了。放心，我大夏新能源车工业技术必将领先世界。何止这个行业啊，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创新，都在超越。诸位，记住我的话，未来我大夏不是崛起，而是复兴。复兴，嘿嘿嘿嘿。你们大夏数百年来人人宰割，现在各国的博物馆里还放着我们胜利的证据。就大夏这种弱小的国家，何来复兴一说？只着眼于100年，只能说明你见识浅薄。我大夏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，曾经多次站在世界巅峰，万国来朝。随着我大夏未来复兴，那些国家会将文物都还给我们。妄想！今天我就要将你踩在脚下，证明你们大夏永远是个落后软弱的国家。野军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为国争光。你现在不仅代表自己，代表米克，你更代表着是大夏。当今时代，无人能欺我大夏，也无人能辱我大夏。我们公司最新研制的这辆纯电 SUV。外观的风阻系数我们做到0.24，电池方面续航里程700公里，快充只需1个小时。就这，我还以为有多了不起呢。就这破技术，还没雷军之前制造那辆车先进。就是还没雷军上一辆车的技术先进。哎，你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？还敢和雷军打赌，不知死活！你们2个小丑在这里着什么急？如果这辆新车只有这点技术，我会拿出来宣传吗？接下来才是这辆电动车最核心的技术。这辆新车采用3电机驱动，总马力可达785马力，可爆发超过1000牛每米的峰值扭矩，在2.4吨车重的情况下，100公里加速能做到4.6秒。什么？785匹马力，100公里加速4.6秒。我从来没有在 SUV 车型上见到如此恐怖的性能。根据性能表现，即使在 SUV 领域也能傲视群雄，就算跟超级跑车相比，也毫不逊色呀！这不可能啊！不仅如此，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，我们加入了辅助导航功能，可以实现封闭道路全自动操作。完全不需要车主接管车辆。这是我们最好的中大型车 SUV，
这样的高性能又有许多新科技的车，绝对会引起消费者的疯狂追捧。大夏拿什么跟我们比？像什么自动泊车、360度全景音响，我还有其他的可选变价功能、电动系、语音识别控制系统等等技术，都是我这辆新车的标配了。如此豪华的配置，的确做到了遥遥领先。好车，纵观整个 SUV 汽车市场，这绝对是扛鼎之作，更是引领豪华 SUV 的创新之作呀！雷军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没听这些大夏人的态度吗？他们都被折服了。雷军，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，我可以想办法终止这场赌约的。终止？不需要，没必要给这个外国人留面子。此等小丑，在我眼中还没有危险。加油，拜托你了，一定要跟我们大夏争口气啊！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还敢大言不惭？你知道新车的性能和配置吧？本次车展要丢尽大夏的脸面和尊严。我米壳制造的这辆大型 SUV 是地表最强，这辆车将重新定义智能汽车的概念。地表最强，重新定义智能汽车？吹什么牛啊！大夏这么落后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这辆车采用的是油电混动技术，综合续航超过1000公里，充电只要半小时，油箱容积为75升。我当是什么新奇技术，原来是油电混动，这技术上个世纪就有了。有和用好是两回事儿。在性能上，它配置了4电机驱动，马力可达1197匹，可爆发出1200牛米的峰值扭矩。在车重3.5吨的情况下，100公里加速可达3.6秒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新车。那太快了！苍天呐！这是什么概念？3.5吨的车重，100公里加速仅用3.6秒，难以置信。4电机驱动，比史密斯的还多了一个电机，而且还是油电混动，这性能也太强了吧！当然了，这辆车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，它的价格呢是在1000万以内，最豪华的车。接下来呢，我宣布，全世界独一无二、最先进的革新行业新技术来了。雷军从来不会让人失望，他胸有成竹，一定是研发出了领先世界的新科技。不愧是科研天才，研发新技术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首先是革新汽车行业驱动的 E4方系统，以分布式的4电机为核心，4轮扭矩，独立适量控制，具备感应速度快、识别精度高等特点，可以在任何复杂地形如履平地，并且正是基于这样的技术，这辆车可以做到原地掉头动作。原地掉头？这怎么可能？神奇，这E4方系统完全是革新性的技术啊！没想到，在我有生之年也能看到这样新奇的技术。这辆车还具备着应急浮水功能，可以浮水30分钟，并且可以进行正常的行驶以及方向控制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水陆两栖功能 ？Oh my god， 这也太强大了吧！又一项黑科技，全世界独一无二，独一无二！就像雷俊所说，这是地表最强 SUV， 没有之一，没有之一呀！怎么样？这辆车的配置和性能能赢你吗？如果不能，我还有。什么？你还有？没错，这辆车还有红外夜视功能，极大提升车主夜晚行驶的安全性，还有卫星通讯功能，在没有信号的地区，也可以用卫星通信联系外界救援，还有车载无人机功能，不仅可以用无人机娱乐，还能实现探路检测的功能，做到陆空协作。够了，我已经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那你还不履行赌约？
我承认，大厦的新能源车领先世界，不是遥遥领先。就这辆新车，让我真正看到了大厦汽车工业的崛起，是汽车行业的天花板。不用未来，现在已经可以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了。我们赢了，大夏赢了！这一刻，我们大夏的汽车工业名扬天下。雷俊，你是米壳的英雄，也是大夏的英雄。雷军先生，恭喜您赢下赌约，请问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历史在这次车展上又重演了一回。30年前，我们技术落后，所以我们抱着朝拜的心态去国外学习，因为只有他们的汽车做得好。这么多年，我都在想啊，咱们大夏什么时候才能造出这样的汽车来，把外国的经销商和媒体都请过来看看咱们造的车？为此，咱们一代代人付出了无数的努力。我爸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曾经问过我爸，为什么咱们把汽车工业看得如此之重啊？他告诉我，汽车行业是一个国家经济体系除了房地产第2大产业。每一个工业大国都想成为汽车的产业链。如今我大夏做到了。很多年前，咱们把国外车企落后淘汰的技术当宝贝，如今国外同行拿咱们的车抄作业。不只是汽车行业，咱们国内其他行业也都在崛起。咱们大夏终将迎来伟大的复兴。好。当今的大夏不再是100年前的大夏，吾辈当自强。好。